这段时间，李园面摊的生意非但没有因为天气的变冷和谢燕之不再被人围观后变淡，反而却是越来越好。这期间，李园托人捎口信回李家傲，让他爷过来陪着去了一趟牛市，买了一辆牛车。不过要说赚得最多的，那便是王灿。这丫头利用自己的灵泉水，不仅在谢宅发了豆芽，还在外立了2间相连的宅子。经过和2个屋主商量过后，将里面的床都给移了。请李铎兄弟仨每间都砌上大炕，之后在上头种菜。他种出来的菜成熟时间短，只有原先的1/3，又透过谢燕之和县城的酒楼、饭馆之类的合作，因此虽然没多少天的功夫，但赚得真不少。眼下李园的空间悄悄摸摸已然囤了不少粮食，或许是有钱有良心不慌，两人对即将到来的雪灾已没了那么多恐慌。元娘，这天越来越冷，现在咱也不缺钱，要不这面摊就先不摆了。不行，现在正是赚钱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冷，毕竟摊位3面都已经围起来了。元娘，我这边已经着人准备好了，你晚上动手。谢哥，你刚才说了什么？原先商量的事，今天可以进行。菜娘，晚上咱出来逛逛。这么冷的天，晚上铺子差不多都关了，不好好待在屋里，出去逛什么？马氏最近心情好，家里人都学会了烧炭不说，就连儿子学的盘炕也因为天冷找他们做活的越来越多。家里烧出来的炭一车车都不用他们自己拉着出去卖，就有人主动过去拉。不仅如此，由于公爹也主动教了族人烧炭，现在他们家在族里的地位越来越高。听说每次只要族人卖炭赚了钱，就一定会买肉往他们家送，而这一切都要得益于元娘，是这孩子不计前嫌，用自己的好运化解谢秀才的霉运，从而给他们换来的这个赚钱法子。倘若他自私一些，那现在哪有老宅乃至整个李家傲的益处？眼下别说是无条件给他做活到年底，便是来年1整年，乃至接下来3、5年，甚至更久都行。他虽说没工钱，但在这儿吃喝不用他花1文。甚至前几天元娘说天冷，还主动给他添了一件新的厚袄子。马氏始终不认为李园做饭才让谢燕之转运，而是他认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现在元娘是在用自己的后福来替谢燕之化解的霉运。三婶，我还从来没在夜里逛过咱县城，听说兰香阁出了一款新的胭脂，怪好的，这不就想约着菜娘一起去看看。那你们晚上好好逛，2个孩子今晚跟我睡。元娘，你还记得曹哥吗？他就在隔壁和那对父子喝酒。曹哥管着整个流云县的暗中势力，他的面摊之所以能开得那么顺利，且没人来找麻烦，也是亏了有他的人暗中照看。谢哥，你怎么说动的曹哥？曹哥想要王姑娘这边的菜，除了每日固定供应的那几家外，剩余的全都给他包圆。我瞧他给的价格不错，就擅自做主替王姑娘应了下来，没有事先与王姑娘商量，对不住。不过价格没便宜，只是省去了王姑娘这边的零售，且曹哥答应过我，这些菜不会再在流云县恶意高价卖出，流云县便是有卖，都会与王姑娘定的价一样。谢秀才是为了我好，不用说对不住，如此说来我还得感谢你。刘东升做梦都没想到，就在他觉得自己伤势好多了，琢磨着进城找翠柳时，他就率先托人捎口信让他进城，说是他怀有身孕，已经2个月了。为了2人的日后，他去求曹爷指点赚钱门道。之后在观察了几天后，终于得知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现下市面上的新鲜菜越来越少，多为萝卜白菜，偏生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一些新鲜蔬菜，每天供应有限，没人知道这些菜打哪来的，只知道这些东西在大户人家之间疯抢，价格越抬越高。曹爷身为流云县暗地里一把手，自然是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如今这些都握在他的手中。他也是求了好久，还让小姐妹将曹爷身边的人伺候得服服帖帖，这才托得关系寻了这个门路。刘东升本来想自己单独去的，曹爷这人有个规矩，生人他不见，见了得有人带，小辈他不见，必须得有长辈跟着。刘东升不想让水云村的刘氏一族人知道这事儿，更不想叫他们回头，以此借口分一杯羹，最后只能找他爹一起陪着。刘东升一脸献媚，他不知这是个局，心里不无得意。虽然他因为李氏和李与王灿死活不愿意嫁给他，感觉脸面被那2个贱人踩在地上碾，但在他的眼里，那2个始终都是乡下人，是没什么见识的粗鄙村妇村姑。而翠柳不同，她在灵儿姑娘身边伺候了多年，各种形形色色的人见识了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能从一众男人中脱颖而出，被他所看见、所重视，这也就意味着她要比那些人都要来得优秀。倘若有朝一日她家财万贯，过得又是使奴换婢的日子，族里那些人哪还敢爬到他头上来，又哪里敢硬是不顾他的意愿，将2个丫头片子都给了李氏那贱人，还强压着他在那文书上盖章，且逼他认下那欠条。这一切的一切于他来说都是奇耻大辱。眼下翠柳替他找了这么好一个机会，他必须得攀上，不能叫他失望才成。
他肚子里的或许是个儿子，是他娘盼了多年的孙子，是他们刘家的香火。他得赶在儿子出生之前将人娶。元娘，后面的筐子里有木棍，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有人扶着他们路过这里，咱们见机行事。你放心，只要没把人打死，都查不到咱身上。曹哥的人会把尾巴扫干净，只当是意外。谢哥，我决定明天过了50就收摊，晚上你随意点菜，只要我会的都给你做，就算不会，只要菜娘会，她在一旁教我也成。对，谢哥，你直观点，只要我们会，就一定给做。元娘，特意做饭就不必了，你做什么我吃什么。不过我观你和王姑娘这脖子上围的东西不错，且衣服看着厚实，实则轻飘，不知能不能也帮我做一身。当然，这银子该多少就多少，我会按市价给你的。你也知道我穿的衣裳都是外头买的，看着厚实，却也笨重。眼下我运道有所好转，书字是要捡起来，以备来年参加秋闱。这衣服笨重，抬手书写多少有些不便。行，不过只能做一身。他空间里只有2床2米乘以2米3，重达6斤的羽绒被，其中1床已经被他霍霍了。因为采薇和青纱在这冬日不怎么出门，他做衣裳时就往里加了些棉花，故而被拆掉的那床还剩下一些羽绒，但也仅够做一身。好，那就多谢元娘了，做好准备。李渊和王灿眼尖的认出来者是刘家父子俩，紧接着特别有默契，一人拖住一个，将他们往巷子里拉。李渊和王灿什么话都没说，安心揍人。一个心想为原主和没掉的孩子报仇，人渣就该揍；另一个则是想着上辈子被毒死的事，心里的恨。李渊和王灿心情大好，从巷子里走出时，脚步都雀跃了不少。三人兴致高昂地回家。谢哥，我准备做疙瘩汤，你来一碗不？李渊和王灿坚持打刘家父子，肯定有他们的用意。现在打过后，或许有自己的话要说，他还是先避开一下，等稍后他做好疙瘩汤喊自己了再过去。厨房中，李渊拿西红柿的时候，发现空间果然有了变化，居然从2居室变成了4居室，面积更是扩大到160平。元娘姐，这是什么东西？还有变化了吗？他也没等李渊回答，而是开始验证自己的灵泉水。等他看到手中的水不是以滴的形式，而是水流状，且还是持续一会儿后，整个人惊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内心的欢喜。元娘姐，你看见了？菜娘，我的房子也变大了，是原先的翻倍的。元娘姐，果然老天爷是看不过有些人作恶太多，才给了我们重新来过的机会。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再打一次好呢？要不过年前吧，到时候一家3口一起打，说不定到那时候我的灵泉水要多少有多少。而元娘姐，你的小房子兴许像皇宫一样大。你这丫头真贪心，有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你还奢求更多更大。不过你说揍人也不是不行，等回头他们好点吧，若是能将他们都送进牢里，那就更好了。这样采薇和青纱往后都可以跟我姓。也不知道谢哥那边查得如何了，现在他没说，估计是不好查。元娘姐，君子哥都已经出门1个月有余了，怎么还没回来？不是说1个月就能回来的吗？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是不是在回来的路上？照他的记忆，上辈子是在腊月后才看见李军从外面赶回来的，且异常疲倦憔悴，也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又在何处。只是他清楚李渊不知道这事，说了也只是让他徒增烦恼，与其如此，还不如不叫他知道。说不好过2天就回来了，这天这么冷，他心里还挂念着我们，不可能在外多耽搁，除非有什么要事不得不停留。依我看，正在赶回的路上。娇娇姐已经20了，她说如果这次杨高武回来不提亲的话，就要另嫁他人，但真要那样也太可惜了点。他和杨高武大哥好了5、6年了吧，从15岁及笄后一直等到现在。不是所有的等待都会有结果，相信你多少也知道杨高武的家是什么个情况。其实我不是很看好，如果杨高武有那个魄力，也就不会让娇娇一直等到这岁数。他的性格还有家庭都是他的败笔，如果改不了，娇娇还嫁过去的话，往后的日子会很难过，最后成为怨偶都有可能。谢胭脂被喊过来喝疙瘩汤的时候，感觉霉运已消失，不过不妨碍他继续喝上一碗，多加持一下。眼下他可以肯定的是，吃李元做的东西，再吃别的也不会发生意外，但一定要在过子时后再吃一口他做的东西，否则就会和以前一样霉运连连。奇了怪了，他这见鬼的运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别人都没他这样。这些年他也翻过不少野史和志怪小说，甚至各个地方的地质书也看过不少，偏偏这种情况的只有他一人。不知元娘什么时候才会喜欢上他？他想与他携手共度余生，然后一辈子都吃他做的饭。只是目前看来，心动的只有他一人。看元娘面对他有意无意的示好，反应和憨憨也差不多。难道是他示好的太过含蓄，又或者他被姓刘的一家伤得彻底给冷了心？唉，都怪那天夜色太过朦胧，以至于他迷了眼，动了心。
这段时间他仔细观察过她，发现她虽然每天和陀罗斯德忙个不停，但却丝毫不见憔悴，整个人神采飞扬，变得越发的吸引人。也不知是不是他情人眼里出西施，总之感觉她越来越好看了，不管是肌肤还是气色，又或者是整体给人的感觉。和初次相见时的模样相比，除了那双眼睛依旧清澈灵动外，像是脱胎换骨了一般。她除了年纪稍稍大一些，又是和离过，且还带着2个娃儿，但真没比谁差到哪儿去，模样和她画本中的美妇人相似。她还发现最近去面摊吃饭的男人中，还有人在偷偷观看她，甚至还会有事无事的故意叫住她，就为了多和她说2句话。她知道她脾气好，耐心足，长得好，会赚钱，是很多娶不到媳妇或者丧偶的官夫首选的对象。但她心里始终存着一丝庆幸，她好歹住在她家里，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她的机会总要比别人多一些。何况不是她自负，她自认比起他人，她的优势更大。不说功名，不说家财，单说她上面没有长辈，中间没有什么兄弟妯娌这一点，就不知道比多少人强。更甭说她每年画本所带来的利润以及书画都有不少。她不仅在流云县有宅子，便是在府城也有一个2进院。之前一直都是郭掌柜在管着她的钱，在她的授意下，郭掌柜还帮忙在府城附近买了些田地，有时候他还会接点小活，比如帮忙写些自传和墓志铭之类的，润笔费也是相当可观。最重要的一点，他还没成过亲，且一辈子都会忠诚于他。不说别的，就为了自己的小命，他也不会生出什么花花心思。这辈子不管荣华富贵，亦或是日后的高官厚禄，他只会守着他一人。元娘姐，这是咋了？莫不是你那小房子变大后还有别的什么好处？元娘姐，我发现我的灵泉水变得好甜，像是加了蜜一样，只是闻起来又没气味。你先闻闻，再尝尝。菜娘，我的小房子变大了，回头不稀释的灵泉水，你多留一些放我这儿。还有，注意一下，看看自己现在的变化。你是每天都能像今天一样，一下子放出那么多灵泉水，还是隔几天才有？另外就是我这小房子变大后多了个用途，里面有水，可以洗衣服，且还不用自己手拧。回头我洗衣服的时候，你帮我遮掩一下，别叫人发现。好，我一定会帮你遮掩的。对了，月娘姐，你那房子里的水是想用多少就有多少吗？能供得起咱们整个李家坳或者流云县不？菜娘，实话与你说，我也不知道自己那房子里的水每天能提供多少，但我想供自己家人用应该没问题。若要一天12个时辰流不停，估计也不现实。现下我只能保证，若是旱灾来临，尽量不让自己人缺水。到时要是李家坳的人愿意跟着一起走，我只能保证不让他们渴死。元娘姐，之前咱吃的那个疙瘩汤里的东西，你可还有？有没有种子？我想种种看。还有，忘了一件事没和你说，上辈子流云河上游在流丰县那段溃堤了，咱李家怕是直接会被冲没。到时候旱灾来临，咱尽力劝人走吧，不然留下来就是等死。好，这个事到时候再说。你要的东西叫西红柿，回头我做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将里面的籽掏出来给你。现在时辰不早了，赶紧睡，一会儿还要早起。多谢元娘姐。王灿总觉得有李元在就可以安心，就像是上天在告诉他，他不是独行者，而是不管做什么，一路总有人相伴，且那个人是他最在乎的2个孩子的母亲。或许是他上辈子太苦了，所以老天爷不忍见他如此，才将元娘姐也送回悲剧的起点。这辈子一切都来得及，且时间又是那么的刚刚好。李军是在冬月初8回来的，他回来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元娘，君子回来了，现下就在我家里。他不是一个人，身边还跟了一个看起来17、18岁的姑娘。怎么回事？那姑娘叫什么？打哪来的？就他自己一个人？还是……我没问，君子也没介绍。不过我看君子一脸不耐的样子，似乎心情不大好。行，这事我知道了。元娘姐，有什么事吗？君子他回来了。真的吗？太好了。君子身边跟了个姑娘，听谢哥说大概是17、18岁的样子。是吗？那也很好。君子哥都已经过了弱冠之年了，早都该成亲了。他挺好的，有人知道他的话，愿意嫁给他，那是再好不过。元娘姐，等君子哥成亲后，咱们俩一结金兰吧。元娘姐，之前君子哥走之前说，我在李家坳那边可以住到他回来。既然他现在已经回来，那过些天我就不跟你们回李家坳，我陪茂才舅舅在城里住。看你的意思，想住哪都行。不过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个情况，所以说这些都有点早。或许那姑娘不是君子喜欢的人呢。没人规定跟君子哥回来的人就是他喜欢的对象。君子，你就是李军的姐姐。你是？你好，我叫苏明山，李军未来的媳妇。灿灿，你等一下，苏姑娘休要胡说。李某人已说过有未过门的媳妇，这位王灿姑娘便是李某人的未婚妻。你要嫁人，请另择夫婿。灿灿，
我不过回来路上好心救了这个苏姑娘的父亲，结果就被她赖上了。她从镖局人那边打听到我上头没有父母，家中只有一个早年出嫁的姐姐，没有别的亲兄弟，就想让我入赘他们苏府，还说为了感谢我的救命之恩，第一个孩子跟我姓李。灿灿，你说他们这是不是恩将仇报？我好心救人，却被人因此给赖上了。这苏姑娘一路赶都赶不走。苏姑娘，我和君子哥腊月就要成亲了，你想招赘，只管找旁人，没必要夺我夫婿。我俩的感情是情比金坚，还望你给自己留给脸皮，不知道毁人亲事，天打雷劈吗？我的天哪，这两个小的什么时候在一起的？他们怎么都不知道？亏他之前和婆母他们一直想着试探一下灿丫头，看看她愿不愿意嫁给君子。现在看来，人家早就愿意了。他和元娘的关系那样好，也是他想与大姑子处好关系，不管是婆母还是他和大嫂，终归都能放心了。没有比灿娘还更适合君子的，哪怕那个什么苏明山，看起来家里更有钱一些也不能。他们李家的子孙，哪怕早已分家的，也绝对没有给人当上门女婿的道理。李大哥，我自认样貌、家世、才华都不输你这未婚妻，你若是不愿做上门女婿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多生几个孩子，只要有一个儿子跟我姓就行。我可以和这个姑娘比一比，只要你没成亲，我都是有机会的。苏姑娘，咱们乡下人可不讲究什么才貌之类的，你要比可以啊，来，我们来比做饭，比劈柴，比下地种田。咱农家人过日子也就做这些，洗衣做饭、洗碗扫地。对了，还有上山下地，你也别说什么这些都有下人做之类的，咱农家人讲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要我娶你，那你就必须会做这些，且还做得比灿灿还好。就算比我能干也不行。好好好，我们家灿灿最好了，谁都比不过，就算是我姐也比你略逊一点点。苏姑娘，冬天白日短，眼下时候不早，你一个大姑娘在外不安全，不妨先回客栈休息。我知道李大哥在外还欠了不少银子，更清楚你们赚钱不易。这样，我反正吃住在客栈也是花钱，与其如此，倒不如将银子给你们，你们只要管我1日3餐和住宿，一天我给你们1两银子，怎样？王灿一听1天1两银子，就特别心动。他觉得这姑娘人傻钱多，这银子赚的可比他和李元辛辛苦苦摆摊容易多了。要是不赚，他都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但是他又怕这姓苏的留在这儿，到时他的婚事出变故，因此这会儿矛盾的不行。谢大哥，这是你家，现在这苏姑娘想住这儿，不知道你是什么个想法？现下家里除了正房和书房，其他地方我都是租给元娘你了。这苏姑娘要住，那也是管元娘你租，与我无关。苏姑娘，你确定每天要花1两银子住这里？要知道，有这银子可以住流云县最好的客栈，也可以吃到酒楼大厨做出来的饭食。若是住在这儿，没有单独的房间给你，你得和大家睡在一张炕上。另外，我们也不会特意给你做吃的，我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就这样，你还要住这儿吗？就住这儿，今天我就要住，先住5天。那行，1天1两，先说好，你要受不了提早走，那当天的那1两不退。没问题，不过我不睡那什么炕，我要睡床。我的丫头还在客栈，晚点我会让她过来。还有一点，只要我还住在这儿，你们就得保证厨房里时刻都有热水。你要热水没问题，只是你确定要睡床？算了，你随我进来看过后再做决定。三婶，明天咱们不摆摊，晚饭你帮忙做一下，谢哥的菜我晚点单独给他做。现在我带苏姑娘看看房间，另外君子和菜娘还得重新正式的走一遍3媒6拼，麻烦你明天回去和奶他们商量一下，看看该怎么做，咱得拿出个详细的章程。银子要是不够，回头我再补上。好，这种事本该是长辈来做，元娘你放心，明天一早婶儿就先回去。谢秀才，借用你的书房一下，可以吗？行。李大姐好本事，将我给你的食宿费直接用来当李大哥的娶亲的银子，你就不怕我生气，一会儿甩手走人？这样的话，你还得退我4两。没办法，农家人赚钱不容易，家里穷实属无奈之举。再说，君子救了姑娘的父亲，我也就厚颜当你这5两银子是谢礼。如此，君子用这钱娶他心爱的姑娘，那也算是苏家对他的诚挚祝福。苏明山听了，莫名觉得憋屈，想反驳都不知道该怎么说。难道说人家救了他父亲，他们苏家连个谢礼都不给不成？还有，人家真要结婚了，他们还能不祝福？那他们岂不是成了忘恩负义之徒？李大姐，这就是你说的炕，不知道有没有图纸，我管你们买。今年格外冷，苏明山从这炕已经看到其中的赚钱门道。身为苏家独生女，从小他就跟着接触生意，这点判断力他还是有的。而且他也知道，这叫炕的东西肯定不只是这家人才有，这县里估计许多人家都做了，但他家在府城还没有啊，或者说也有，但他没听说过。由此可见，这炕还没推广开来。现在他可以快速拿到图纸，然后让人快马加鞭送回去，之后凭家里的人脉关系将之快速铺开来，就可以趁着今年这个异常冷的冬天狠赚一笔。
买是可以买，不知道姑娘能给多少价格？我只能出5两银子。我相信这县城已经有不少人家都做了这个炕，有点手艺的人，只要细细研究一下，应该都知道怎么做。我这外行人看了都觉得挺简单的。火炕的关键点在烟道，目前这火炕县里确实有，但最初是我们这边开始的，图纸也是我们这边提供。除了我娘家几个堂兄弟外，其他的几个工匠与我们签了合约，他们可以做，但不允许教别人，否则得吃牢饭。苏姑娘要是不信，只管去打听。这图纸我也不多要你钱，一口价20两。李媛也想将这个推广开，不为了别的，就为了接下来这场雪灾寒潮。贵了，我只要找户做了这个炕的人家，愿意出2两银子给他，到时候扒了他们家的炕，就知道怎么回事。10两，多了我不要。不行，20两最低。现在时间就是金钱，你在这人生地不熟，就算花钱能做到这些，但总要耽搁上2、3天。你要有空闲找人在那研究，早都拿图纸不知道多少炕了。苏姑娘需明白，今年格外冷，只要这炕的好处一被人知道，多的是上门找你们做的人。苏姑娘，实话与你说，我要这20两，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不是真的要银子，我要的是粮食和御寒的衣物，不管是新旧的都行。今年格外冷，我怕回头会下雪，到时候还不是一般大那种。我们流云县是相对不繁华，但也不是没有穷人，更不是家家户户都能砌得起炕。万一遭了灾，我想将这粮食和衣物都捐出来给受灾的人用。于家境殷实的他来说，20两压根不算什么。赚钱虽然不容易，但若是与老百姓有益，他便愿意去做，不为别的，就当是行善积德。李大姐，不，李姐姐，你是大善之人，莫怪李大哥也心地善良。若非他见我爹发病晕倒在地帮一把，现在我爹指不定就没了。这20两，我答应你便是。除此之外，我会额外给30两。你不要银子，要粮食和衣物，我明天一早就着人回府城准备。你看这样可行？苏妹妹心善，如果到时候真的不幸发生灾害，我替流云县的老百姓感谢你。当然，真的遭灾了，我便会将这些东西全部捐出，同时告诉百姓这些东西有多少是出自何人之手。李姐姐，我看30两还是少了些，加上你的，那也不过是50两。流云县虽然小，但人口也是按万来算，真要遭了灾，那点东西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这样50两是打底，我这边马上就着人去准备，到时候能准备多少算多少。不过不知道李姐姐这边可有期限？不知道15之前可赶得及。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在府城准备，流云县也有不少大户人家，那些人家每年换下的冬衣和被褥，孤衣铺应该有不少。另外粮油铺里粮食应该也有一些，咱可以先买下来，到时候由他们自行去进货就成，也省了咱们来回跑，还得搭上人和车。所谓的孤衣铺其实是当铺的一种，是旧时富裕的人家有穿剩下的或嫌过时了的衣服，都送到专门收售旧衣物的店铺，由他们再转手卖给那些生活困难买不起新衣服的人，从中得利。这种店铺就是孤衣铺。苏明山哪里知道李渊心中怎么想的，好在他此行出门就是冲着将李军招赘上门的主意来的，因此带了不少银子。原本他是打算拿些银子出来帮他还债，之后再拿些给他爷爷奶叔伯和族人，算是替他断了和李家的所有关系。哪曾想现在人家不愿意，且要不了多久还要娶妻，那现下他这些银子算是花不出去了。不过好在李渊这边又让他发现一个赚钱的买卖，同时还能花点银子提高一下他们苏家的名声，如此这一趟也不算是白跑，总归有些收获。招上门女婿嘛，这个不愿意他可以换一个。他苏明山长得漂亮，家里又有钱，还怕会找不到？李姐姐说的有道理。这样，我现在出门一趟，晚饭你给我留着点，等我回来会先带一部分东西过来。李姐姐，你趁这个时间也将图纸准备给我，可行？行，那就这么说定。娘，青纱今天开心吗？开心。娘，好看不？好看，是舅舅买的。姐姐有，娘有。娘，舅舅回来给我和妹妹买了头花，还有红绳。舅舅还给娘买了根银簪，说是以前亏欠娘的，给补上。李渊听到这话愣了一下，原主出嫁的时候什么嫁妆都没有，仅有一根铜簪。李军那时候也没办法，姐姐出嫁时他才12岁，家里有病，母又欠债，姐姐坚持要将聘礼还债，因此对于嫁妆他是有心无力。这次姐弟俩和好，他出门走镖可能赚了钱，就想弥补姐姐。李渊知道原主放心不下弟弟，在刘家多年后明白自己亏欠他，所以他会替原主补上这份遗憾。估计他和灿娘真的要在腊月成亲了，作为长姐，他会替他张罗好一切。女主既然已经偏离了剧情，嫁不了高门大户中的男主，那该有的东西他也会替弟弟准备好。不过如此的话，怕是接下来的生意就做不了。也罢，横竖不过是7、8天的时间，就当提前休息。谢大哥，方才苏姑娘管我买火炕的图纸，我以20两的价格答应卖给她。她听说我不要银子，
要粮食和御寒的衣物，想万一因为天气异常而流云县遭灾，到时候捐出去，他便答应了，还答应在这20两的基础上，至少再添30两的东西。所以这图纸，你看是你画还是我来？元娘，我最近构思了一本画本，写了个故事梗概，并头2回已经完成，不知元娘你可有兴致观看一二？李渊不知道他怎么好端端的扯到画本，但他知道他不是无的放矢的人，他肯定是有什么话要说，但又不大方便，所以想用画本来暗示什么。如果方便的话，谢大哥的佳作，我自是要拜读一番。那就劳烦元娘替我做饭，这图纸我来画便成。书房中，君子哥，你别说自己还欠债，然后委屈我之类的话。我只问你，你讨厌我不？不讨厌，你挺好的。那你觉得我这个人如何？如果给人当媳妇的话，不错，你善良又能干。我姐和2个外甥女这段时间多亏了有你。既然你不讨厌我，也觉得我给人当媳妇挺好的，那我嫁给你不好吗？我觉得君子哥你挺好的，元娘姐和2个孩子也好。如果我们成亲的话，家里关系应该会很和睦。君子哥，你也不用担心有人会和元娘姐他们关系不好。李军见她一个大姑娘如此说，哪怕知道她对自己不是什么喜欢之类的，心中依旧有些动容，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就怕到时候人家姑娘会后悔。君子哥，刚才你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是你未过门的媳妇儿，你牵了我的手还不只是1次，眼下已经这情况，你要是不负责不娶我的话，那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不是也不讨厌吗？我其实也一样，只是对君子哥你有好感，谈不上多喜欢，毕竟我俩相处的时间太短了，等成亲后应该会好很多。君子哥，你觉得呢？李军觉得人家姑娘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要是再扭捏，那就不是个男人。王姑娘，不，蔡娘你挺好的，要是能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只是我一无所有，娶你那便是委屈你。不委屈，只要我不觉得委屈，那便不委屈。君子哥，一无所有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好手好脚，却好吃懒做，不愿意赚钱养家。更可怕的是娶了媳妇，却不把媳妇当一回事。我相信君子哥你不是那种人，我会与你共同为咱们家努力的。而我也相信你娶了我，就一定会好好待我的，对不？从10岁分家后开始，他就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帮忙分担一点，能与他共同为这个家做努力。不管这个人是谁，爷奶叔伯也好，他姐他娘也罢，可他也清楚，爷奶叔伯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已经分家，就是没分家，人家也不可能一直无条件的帮他。他们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能帮他的只能是他娘，是他姐。可是没有人帮，从10岁开始，他就要扛起一个家。没人知道他有多累，在外看尽人脸色，回来还要面对哭哭啼啼的娘和姐姐。他曾一度都想过自己一个人离开，不管家里，但那是他娘，是他姐，是这世上与他最亲近的人，所以再苦再累，他都咬牙撑着。好不容易盼到姐姐懂事，不再哭哭啼啼，知道帮忙做家务，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家里，专心在外赚钱时，毅然积极的姐姐不顾他的反对，毅然决然收了刘家聘金，把自己嫁了。没人清楚姐姐嫁人头也不回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所抛弃。如今能从一个认识没多久的姑娘那儿听到她曾梦寐以求能听到的话，她的心也不是铁做的，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灿灿，只要你愿意嫁给我，以后也不会后悔。那我会一辈子待你好的，我可以用自己的性命起誓，我李军一辈子都会待王灿好，不管贫穷富贵，绝对不会有二心。如有违背誓言，必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他相信老天爷存在，因为他自己的重生和元娘姐能继续活下去都是特例。李军能够用自己的命来发誓，那便是老天爷在给他们做见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叫他安心。上辈子他所嫁非人，受尽苦难，最后还被毒死。如今有人能将他捧在心尖上，这便足矣。刘东升，他连李军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李军他是有责任感的人，有时都能撑起一个家，成为家里的顶梁柱，现如今更能。君子哥，我相信你。还有，你往后叫我灿灿就好，我喜欢听这称呼。灿灿，给你。君子哥，这是你本来准备买给元娘姐的？不是，我姐的是银簪，是我补给她的嫁妆。这个桃木簪是专门给你买的，本来买的时候也没想能有机会送。我走镖之前听到你和姐的话了，说想嫁给我。他没想到，早在他在李家傲和李元说的话会被当事人听了去。这要不是他们现在有那么个意思，回头估计得尴尬死。不过尴尬过后，王灿又是开心的。李军知道自己想嫁给他，然后买东西也下意识买了他的那一份，且还是簪子这种有特殊含义的东西。
哪怕只是桃木做的，没有什么银簪值钱，但也够叫他开心的。这意味着他应该有把它放在心里，或许他还不自知罢了。这事谈好了，你头上的木簪是君子买的？就和刚才说的那样，我们会成亲。元娘姐，君子哥说会待我好的。不管你嫁给谁，只要不后悔，会幸福，我都会祝福你。当然，能当我弟妹那是再好不过。灿娘，李家欢迎你，很高兴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灿姨，我很开心舅娘会是你。书房中，谢哥，这里头有30两银子，其中20两是你卖画的钱，剩下10两是我还你的，你数数看。这次出门一趟只赚了10两，不止。谢哥，你新做的画本在外头卖的火爆，连带画的价格也高了不少，一幅画卖到了35两。除了你给的底价外，我和杨哥等于一人7两半，加上我走之前我姐给我的2两银子，我用这些做本钱，又和杨哥要了那7两半，就拿货倒卖。这1个多月，我这边加上本钱，一共赚了18两。谢哥，本来加上走标的钱，我至少该还你15两的。只是我和灿灿，我想将婚事办得好一些，所以从钱袋中掏出2两银子递了过去。成亲是大事，尽量办好一点，别委屈了人家姑娘。这银子是我的随礼。谢哥，兄弟之间随礼不用这样多，你往常也没少帮衬我，之前又拿出画来让我帮忙卖，其实就是白送我银子了。谢燕之没去琢磨李俊心里怎么想的，见他不要，便起身从书架中抽出一纸合约递了过去。眼下李家老宅那儿还未与我结算银钱，待年底结算了，我再将钱与你。对了，听闻李家老宅那边想年底之前替你还清了债务，你怎么想的？是到时候等他们帮你还钱，还是我这边直接从这利润里扣了给你？谢哥，我不认为我姐会懂得烧炭的方子，然后借由你交给我老宅那边。这方子极有可能是你给的，只是你无缘无故为何会拿出方子来，又为何将本该属于你的那份利变成替我代持？他不知道这3成具体有多少，但清楚这天冷，炭肯定极好卖。总之，这银子必定不会少。谢哥他做人有自己的原则，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出方子，还将自己的利益拱手让人，尤其还是应他姐的要求。所以他和他姐之间应该还有什么是他所不知道的。谢燕之见他挑明，也不遮着掩着，当即一五一十将自己靠吃李元做饭而转运的事给说了一遍。君子，你是知道我的为人，也清楚我的抱负，我渴望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也想为一方百姓能做些什么。如今有这机会，我自是想紧紧抓住。你放心，我若是娶了你姐，就一定会待她好的。你的2个外甥女，我也会当做亲生女儿。君子，元娘还年轻，总不能一辈子都守着孩子不嫁人。倘若嫁人，你觉得嫁给什么样的人家合适？谢哥，我姐那边是什么个想法？元娘好像没什么想法，面对我的示好，似乎无动于衷。我琢磨着，她是被刘家人给伤透了，暂时没有这个想法。不过这不打紧，我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对了，君子，你要成亲，我估计元娘这面摊的生意暂时做不了，到时候得跟你回李家哦。元娘自打进城做生意后都没怎么回去，你家挖井那天她要跟着回去，也被我劝住了。我琢磨着往后与你家往来可能会频繁一些，总是与你住在一个屋也不是一回事，就擅自做主给你加盖了一间房。当然这不属于我，是你李家的房子，只要我过去的时候能让我住便成。这次我就跟你们一道过去住你家，你看可行？合着你自己都掏钱在我家主动替我盖房子了，我还能说不给你住不成？你要住可以，但是我不会帮你在我姐面前说好话的。你想要娶她，得她自己同意才行。谢燕之心情大好，用力点点头的同时，心里在琢磨，元娘或许还真是天上的仙人下凡的事，不然她和王灿神神秘秘的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种出来的那些菜，还有她的转运的事，又该如何解释？今天她的话还被他抓到一个关键词：灾害。似乎他认定雪灾寒潮一定会发生，他不过是一个妇道人家，又是如何笃定这件事的？哪怕他用的是什么假设之类的词，但他却清楚，他话语中透露出的坚定。眼下他刚好可以用自己写的话本内容梗概，以及头2个回合试探下他，看看他是何反应。倘若真的是仙人下凡，那便是他的机遇，他会替他掩饰好他粗心的地方，不叫任何人发现。元娘，你先看看上面那几张纸的内容。这开篇怎么那么熟悉？虽然地点人名不一样，但这被婆家苛待死的妇人被仙人附体，然后打脸婆家之类的桥段，不就是和他的经历相似？等李元一口气看完头2个回合，神色很是复杂的看着谢燕之，这位大爷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不成？还是写书的人脑回路都和别人不太一样，能构思出常人想不到的东西？我说谢哥，你这脑子可以啊，不愧是靠笔吃饭的人，这脑回路和文笔让人不佩服不行。元娘，你不觉得这话本内容和故事梗概有些熟悉？说来，今年气候异常，似乎你还担忧发生灾害。气候异常成这样，谢哥不担心吗？今年格外冷，
照这样下去，冻死人是很正常的事。倘若下雪，我估计也不是小雪，若是暴雪，那房屋被压塌什么的也是正常。咱不管如何，事先做准备，总归不会有错。难道谢哥不这么认为？元娘，就我所知，你们现在卖的那些菜，除了芽菜生长期短一些，其他基本上是1个月左右。但是就我所知，你们差不多10天就行。能告诉我是怎么做到的吗？若非我想法子替你们圆了，你以为现在能好好站在这？谢哥想证明什么？我是仙人下凡，那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倘若你是，那你如今也不过是一介凡人，想做的事肯定会束手束脚。我觉得自己可以帮你，不被他人发现。倘若你不是，那很抱歉，是我唐突了。你想如何帮？那要看你想做什么。想来你天生心善，做的都是为老百姓着想的事。我自是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能做的事，比如替你们掩盖蔬菜成熟时间，又比如让陈大人和徐主簿重视这次天气的异常，并且安排人去解决，又好比快速将火炕在流云县及周遭范围推开来，还让人多囤炭和柴火。此外还让米粮铺那边多进米面，日后就算有灾，也一定不会提高价格等等。谢哥，既然你认定我是仙人，那就是吧。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确实有灾害，不出10日便会发生。往后不管我做什么，考虑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和之前一样，替我善后。这是我今天的谢礼。谢燕之眼睁睁地看着他用仙术一下子变出一个红果子，哪怕早有心理准备，他是仙人，但亲眼看过后，还有种不真实的恍惚感。考虑到自己现在对他的感觉，以及他那憨憨的反应，还有外头虎视眈眈的男人们，他干脆向天借胆。元娘，孩子还小，家里也不能没有男人，你看我如何？家里有男人哦，难道君子不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当即他上上下下的打量谢燕之，试图从中看出几分真假来。他知道这家伙长得帅，哪怕长得再白，或许是因为气质问题，也不会给人是小白脸的感觉，反倒因为一身书生气，显得文质彬彬。在脸没有青青紫紫的情况下，给人第一印象便是此人定当文采斐然，乃饱读诗书之士。眼下他双眸清润，看向自己，似乎还带了些许紧张，好似怕他拒绝一样，这让他有些懵。他都没搞明白，自己一个和离妇还是带着2个孩子的人，什么时候给他看上了？虽说原主长得不错，但之前常年吃不饱，还要从早忙到晚，显得人也有些糙。哪怕这1个多月，他时不时的敷一下面膜，美白霜也可劲的用，加上每天吃些灵泉水，但改变也是有限的。可就这样还被看上了？难道他穿书后还附带了一个万人迷的体质？谢大哥，我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些事。元娘，那日后考虑时，可否先想想我？我这人向来嘴巴严实，家中又无亲眷，与我一起，你只管放心。李渊当然知道谢燕之的可靠，以前他没想过这方面的问题，现在一想，如果真的非得找个人结婚的话，那么眼前这个人就是个很好的人选。谢燕之是个做事有原则的人，不仅聪明、细心、有才华，而且赚钱能力也是杠杠的，这些全都是他的加分项。最重要的一点，他有些不耐烦处理婆媳、妯娌之类的关系，而这些他全都没有。好，元娘既然算出有灾害，加上君子的事，想必接下来也暂时不摆摊了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可是能晚几天，我这边安排好后，到时一起走。谢哥打算怎么安排？徐主簿的妻室乃是我启蒙恩师之女，县令陈大人身边的方师爷，是我当初在县学的同窗，陈大人的嫡亲表兄，如今在翰林院任侍讲。亦是我当年在府学的同窗好友。左右不过我总是年纪最小、最受照顾的那个，因这些关系，我在县衙那说话还是能得几分颜面。眼下陈大人即将往上走，自是不愿在这关节点出现任何差错。李渊没想到他和县衙还有这些渊源，难怪之前那个曹爷他喊曹哥，对方还那么给他面子，又难怪县衙那边的动作那么快，想必都知道他有才华，只是因为霉运之事一直不能往上考，到现在还只是个秀才的功名。想来只要是他提出的事，且还是为了老百姓，官府那边的配合度都会极高，难怪他敢说保证米价不会上涨。想必到时除了在合约上做手脚之外，也会动用多方势力去施压。至于怎么平衡这些人的关系，让他们眼睁睁地放弃到手的利益，那就得看他的能耐了。谢哥，流云河上游在流丰县，那堤坝一方父母官管一方百姓事，流丰县的事咱们流云县做不了主，何况今年这样冷，即将有雪灾寒潮，元娘若是想修堤坝是不可能。往常这个时候正是服劳役时，为期2个月，但因现在情况特殊，为了应对接下来的灾害，2县都取消了。这事还是陈大人听从我的建议，亲自书写信件与那边的李大人说的。现在天寒地冻，去修堤坝必定冻死不少人，估计得等来年再说。只是来年开春后还不能耽搁春耕，只能往后延。现在确实不宜修河坝，除了他和王灿外，没人知道会溃坝。
就现在这种天气，真要人去服劳役，那无疑是叫人去送死。可是现在不修，等雪化水后就存不下来，来年的旱灾照样缺水。待到春耕过后再来修坝，也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不过倒是缺水厉害，怕是没人愿意。河坝修好，意味着上游的流丰县人更加不愿意放水，那地处下游的流云县人估计得恨死官府的多事。何况那堤坝在流丰县，流云县的县令手也伸不了那么长。元娘，我想来年参加秋闱继续科考，想以后做一方父母官。如果谢大哥能做官的话，定然会是个好官，是老百姓的福气。来年那个光景，到时候府城那边秋闱能不能如期举行，都是个问题。苏姑娘，不知道这位是？我的丫头素锦。我觉得苏姑娘你怪有意思的哈，自己穿的还不如丫头来的好。知道你的人清楚你是富贵人家的娘子，不清楚的看你们俩站一起，还当你才是丫头。你知道什么？要不是本小姐聪明，出门在外都让丫头打扮精致的跟在身边，现在本小姐估计还傻乎乎的在家中床上躺着。你这话什么意思？还不是我娘一把年纪了，还想老蚌怀珠。之前也不知道打哪儿听来的，说那什么福光寺求子很灵，就不顾身子虚弱，趁着我和我爹不在家，非得带着丫头婆子出门。这不是我们回来后，我爹得知了不放心，非得让我去将人接回来。这倒好，到寺庙没将我娘接回来不说，素云人却不见了。等找到时，你晓得咋回事不？我咋知道？你爱说不说。这往常啊，我带着2个丫头出门，都给他们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偏生那天我还有点事没处理，就把素锦留在府中，只带了素云一个人出门。也不知道哪个眼睛瘸了，将她当成我这个苏府的姑娘，把人给掳走了。然后也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反正最后找到素云时，她昏迷不醒，还被人砸破了脑袋，身上首饰银子什么都被抢光了。素云因为脑子被砸得有些严重，好不容易保住了性命，可醒来后人就变得傻乎乎的，至今都躺在床上。李渊听到福光寺，又想到银子被抢，愣了一下。这时间好像有些巧合，那刘氏的银票会是这样来的？只是怎么可能？他和王永胜就2个人，怎么可能在寺庙中把人家丫头给掳走，还砸破脑袋什么？这怎么想都觉得不合理。要真的是刘氏2口子干的，那他们除了那些银票外，肯定还有首饰，现在也不至于没钱赎回地才是。这般想着，李渊又将这个事给抛之脑后。倒是谢燕之比较敏锐，他清楚刘氏的那张银票出自惠财钱庄，也着人查清是府城秦家人取出来的。苏姑娘，不知道你家丫头当初身上携带的银子有多少？可有银票？如果有的话，可记得是哪家钱庄取出？票号是多少？我出远门在外，除了自己身上会带银子，也会让丫头带，只是那天出门赶，也没带多少。她身上只有1张50两的银票，是我刚从秦牧阳那接过的，票号我压根没看，不清楚。小姐，素云身上除了你的银子，还有她自己随身携带的。先头奴婢就听说素云她娘家大哥要成亲，家里让她想折子多送些银子回去。素云和奴婢一样，作为小姐你的大丫头，1个月的月银是6000，她娘一开口便要30两，说是娘家大哥娶妻要有新房，加上家里房子有些破，怎么也得修葺一下。怕她不答应，还说会在家里单独给她留间房子。素云这个人面对她娘最是心软，没法子就将小姐你这些年来打赏的东西都低价卖给其他人，之后又管奴婢借了一点，只是这银子有些零碎，她好脸面，觉得寄回去不大好看，便找账房那边兑了几锭5两的银锭。他这人最是看重钱财，这些银子想来会随身携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小姐你是宽厚之人，平日里待奴婢几个都好。素云说这些年一直承蒙小姐你的照顾，不能让你为了她家里的事操心，这不就将东西卖了，又找奴婢借了点，也凑够20多两。你们城里人取经盖房要这么多银子啊？倒也没有，在我们府城，寻常百姓聘礼也不过是6两8两银子，家里稍微宽裕一些的，会给个10-20两。那寻常人家也不是很高，他卖儿女的人怎好意思要30两？一边把女儿卖掉，一边又厚颜要银子，就连家里娶儿媳盖房都找女儿，这是把他当什么了？不瞒苏姑娘，我这边有人拿到1张50两的银票，银票来源出自府城秦家，我们怀疑银票来历不明，且得到银票的人也在9月底同样去过福光寺。小姐，奴婢听着感觉有些巧合，要不咱们把银票换过来，到时候问问秦公子。还有府上的银锭都有记号，咱们现在不确定银票，但可以确定银锭，拿了银票的人必定也是拿了银锭的，只要银子没融又检查是，那定然是打伤素云的贼人，咱可不能就这样放过。李渊和王参一听刘氏和王永胜可能要遭殃，顿时双眼发亮，要不他们掺和一手，
到时候要真是刘氏两口子干了伤天害理之事，肯定要下大狱的。到那时，岂不是灵泉水和空间都会继续升级？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可以趁机提出给2个孩子改姓的事。苏姑娘，不知道你今天的事办得如何？现下已经晚了，咱们赶紧歇下，明天我带你去衙门报官。对了，银票谢哥知道在何人之手，我觉得这事10之8九都跑不掉。你放心，不用怕到时候是诬告就被打板子。小姐，奴婢也觉得事情太过巧合，应当就是那伤了素云的贼人。要不明日小姐不要出面，由奴婢着人写状纸上衙门去告。若是到时候是诬告，那打板子的也是奴婢，这事与小姐和主家都没任何关系。我答应晚上给的一半东西都带过来了，李姐姐，你答应我的东西一会儿就给我，明日我还得准备其他东西，不得空闲。到时素锦要上衙门状告那拿了50两银票的人，到时候兴许需要你帮忙找人打点一下。苏姑娘放心，明日我亲自陪你家丫头上县衙，状纸也会找人写的。至于你要的图纸，你先去吃饭，稍后就给你。菜娘，将给苏姑娘留的晚膳都端出来。元娘，稍后我就回李家哦。你问问君子要不要跟我一道走？我觉得这种事他最好本人在。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问问他的意思。本来他走镖回来，按理也是该先归家，更何况现在要娶菜娘，家里也得添点东西。他的房间空荡荡的，以往是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如今火炕是新做的，便不用。但这炕桌、衣匣、妆帘、lis阳等物，总该是要添置。三婶，要不你问问菜娘看看，对房间里的摆件有什么要求？咱们家的情况她都知道，往后也是她在用，咱听她的就好。元娘，你觉得给蔡丫头的聘金多少合适？虽然她名下现在没了田地，上头也没父母，但还有一个舅舅在，自己贴起的银子也不老少，能看上君子是咱们李家的福气。若和村里的姑娘一样，给个1-2两，好像有些瞧不上人的感觉。给9两999文，取意长长久久的意思。这银子我这个当长姐来出，先前她不愿我替她还债，是怕我没钱养不起2个孩子。如今我赚的钱，想来三婶你心里也有个大概。马氏原本想今年这个冬天托元娘的福，家里赚的比往年都多很多，这银子几个长辈一起凑一凑给出了。只是一听他这话，再想想他面瘫的火爆程度，便没再吱声。不过心里却琢磨着，既然下聘的银子元娘给，那他们几个长辈凑一凑，就替他们把家里的家具给换了。小姐，李公子当真不错，奴婢听闻这大米粥便是他熬的。我也知道他不错，可知道有什么用？人家都有未婚妻了，今天长辈回去就要商量具体婚期。那小姐觉得谢公子怎样？奴婢先前去端膳食的时候，可是瞧清楚了，谢公子还未有妻室。这个宅子不大，住了什么人一眼就瞧得出来。现如今住在这儿的，基本上都是李公子的亲眷，但这宅子是谢公子的，李公子与他只是好友。奴婢观谢公子不仅没有妻室，便是连二老都没有。谢公子模样长得好，在这县城中能有这样一个宅子，想必家境也殷实。只是他年纪比李大哥还略大有些。你说条件这样好，至今都还没成亲，意味着什么？奴婢不明白，请小姐指点。这意味着谢公子不是眼光极高，便是身有隐疾。前者绝对不可能做上门女婿，后者不适合当上门女婿。因此，谢公子长得再好，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素锦歪着头想了一下，好像也是。万一谢公子有什么隐疾，尤其是关系到子嗣，那招来有什么用？又不能给苏家开枝散叶，或许还要小姐守活寡。那小姐觉得杨公子呢？那个人虽然糙了点，但奴婢先前打听李公子的时候，也顺便打听了点他的消息。他年岁比李公子略长一点，是李公子的义兄，为人也颇有义气，但家中有个偏心眼的老母亲，对他一直不甚看重。奴婢觉得他也是个合适的人选。咱苏家的姑爷又不用他有多大的能耐，只要身体健康，愿意上门就好。不行，我听说他有个相好，人家还等了他多年，这样的人我招来做什么？让他心里时时刻刻惦记着别人吗？我又不是没人要，非得找这样的，那岂不是给自己找气受？他那相好，奴婢也听说过，照奴婢看来，婚事是不可能成的。他性格有绵软的一面，要能成早就成了。这种人当上门女婿最好，这样能听小姐的话。可别，这样的人我瞧不上，不喜欢。菜娘，谢哥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怀疑你什么身份？咋回事？咱们暴露的东西太多了，最明显的一点便是你种出来的菜，原本1个来月的菜，你10天就种出来了。对不起，元娘姐，是我连累了你。其实很多事，咱们让谢哥知道也好，他能耐大，能帮不少忙。咱之前总是隐晦提醒人，今年气候异常，冷得比往年快，
话里话外透露出会遭灾。谢哥多聪明一人，又怎么会看不出异常之处？难道就凭借这2点，他就怀疑你了吗？肯定不止，这不是还有他身上那极其诡异的霉运吗？非得吃我做的吃食才会相安无事，这1条2条3条加起来，他能不察觉出什么？加上我不是用盘康的图纸和苏姑娘换那些物资，这些我肯定要和他说的，毕竟图纸是他画的。我一说物资是用来以防万一灾害什么的，他结合现在的天气，又怎能猜不出一二来？蔡娘，他还不知道你的事，你不要轻易暴露，以后要做什么喊我给你遮掩就行。另外，谢哥写了一个画本，极为有趣，认为我在水云村已经死了，现在是天上的仙人附体的。仙人？对，他就是将我当仙人了。不过现在附体后，也就变成比常人稍微有点能力的仙人，能算出灾害什么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他饱读诗书又聪慧，能力也强。咱要做什么不方便出面的事，与他说一下，让他来做。就像这次的雪灾，他都安排下去了，我估计不会像你上辈子那样惨。谢秀才要信得过，那也行。不过元娘姐，看来咱往后还是当心点比较好，多一个谢秀才知道就好，再多人可不行，包括君子哥也不能叫他知道。我清楚，往后你和君子成亲了，日夜相处就悠着点，别大意。好，突然觉得谢哥知道也挺好的，他虽然不知道我有个看不见的房子，只当我是仙人，会仙术，能把东西变出来，变没掉，这样往后我囤点什么或要拿出什么，他也会帮我遮掩。尤其日后我们离开这里时，蔡娘，我突然觉得今天带素锦去衙门告状，好像有些莽撞。咱都觉得那银票是刘梅花伤天害理得来的，但现在这个也证明不了什么，毕竟苏明山他们都不知道票号，不能仅凭此怀疑就去告，最好是找到确切的证据，像是银锭和首饰这种。之前刘家不是因为元娘姐你和离，就欠了刘氏族人20两银子，这钱怕是在刘氏族人那儿。元娘姐，要不我今儿去打听打听，在谁人手里，又花没花出去，再找机会确认下有没有印记。若是真的，那马上可以让谢秀才写状纸，叫素锦去告，这样就比较稳妥，也免得到时候衙门查起来，刘氏族人包庇，就将印记弄花。也好，蔡娘，跟你商量一个事。元娘姐，你说。我想趁着暴雪下来之前，和谢哥去一趟府城。一来你和君子要成亲了，你的银子什么都在我这儿，我想帮你置办点嫁妆。二来，反正谢哥都觉得我会仙术了，那我趁机去府城囤点粮食、御寒衣物，还有防水的油布之类的。行，横竖接下来也不摆摊，至少在腊月15之前都不做，那趁着还有几天时间才下雪。元娘姐，你走一趟最好不过。对了，元娘姐，你那银子够不够？要不我先找人预支接下来几天的菜钱。不用预支，我这边够用，咱先一点一点囤，毕竟面积有限。对了，要是确定了刘梅花2口子的罪名后，你这边想法子让素锦拖一下，等我回来再判刑。我想看看到时候能不能浑水摸鱼沾点功劳，让房子再变大一些。好，那采薇和青纱这些天也先跟我，外头天寒地冻，你别带他们出去。行，我看看府城那边有没有好一点的皮靴子，到时候给买几双回来，不然接下来连路都不好走。还有，蔡娘你这些天要还住在这儿，那就喊娇娇过来陪你住，刚好也问问她和杨高武的事怎么样了。好，我在这边，元娘姐你安心就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实在不行，就把银子退回给苏明山，让他们主仆回客栈住，到时我去茂才舅舅那儿住也一样。只是元娘姐，我有个疑惑，你和谢秀才这孤男寡女的出去，是不是不大好？要不问问他对你什么个感觉？若是不讨厌的话，元娘姐，你要不然和他凑合着过日子。元娘姐，我不是因为要和君子哥成亲，就想着让你离家嫁人，而是真的为你好，毕竟往后你也还要和谢秀才凑一块的，总不可能都不接触吧？不说别的，单凭谢秀才要一直吃你做的饭这事，就意味着不能远离你。不仅是接下来雪灾这段时间，便是过年期间也一样。雪灾这段时间，他若是跟着去李家傲，别人或许不会说什么，想着可能是跟君子哥关系好的缘故。但要是过年呢？到时候我和君子哥都成亲了，咱们自己家过年聚在一块儿，他一个外人也跟着凑一起，想让别人不多想你们都不行。你说的话我会好好考虑，要实在不行，谢哥那只要没意见，到时候我们和你们同一天成亲都成。元娘，你说的是真的？你要嫁给我，打算也在腊月吗？那我现在去找兵人，这就准备一下，明天上李家傲那边去提亲。对了，你对婚礼有什么要求？咱这房子你看一下要不要怎么修葺一下，还有家里你看看要不要添这些东西。不对，还是得添些，咱得把西厢重新改一改，当采薇和青纱的闺房。不过这宅子到底有些小了，不如我重新买个2进院，再采买几个下人。谢伯伯，你是要当采薇的爹了吗？只要你们娘同意的话，谢伯伯随时都可以当你们的爹。采薇和青纱
讨厌谢伯伯吗？不讨厌。娘，你什么时候嫁给谢伯伯？我可以和他姓吗？采薇，娘知道你不喜欢姓刘，但你要知道，不管娘嫁给谁，你最好还是跟娘姓。好，跟娘姓。那娘嫁给谢伯伯的时候，我可以改姓李吗？不出意外的话，会很快的，都不用等到那时候。娘，我喜欢谢伯伯当爹，他是个大好人，待我和妹妹都好。谢伯伯，如果我娘不能再生弟弟了，你还会要他吗？你不要嫌弃我娘好不好？我娘特别好，长得漂亮又能干，还会赚钱。我虽然是个姑娘，但可以向你保证，以后一定会给你和娘养老送终的。你别看我还小，但我现在会洗衣扫地和做饭，只是饭做的可能没那么好吃。不过等再过1年，我再长大一点就好了。你谢伯伯不是这样的人，只要能娶到你娘做媳妇就好。等娶了你们娘，你们就是谢伯伯的女儿，这可是等于谢伯伯白捡了2个孩子。谢伯伯还有什么不开心的？要是没有遇上元娘，他或许因崩溃没了，又或者是终于倒霉死了。如今能娶媳妇儿，却还是自己喜欢的那个，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于孩子，他可没想那么多。仙人都嫁他了，他怎还敢奢望那么多？李渊看着他们3言2语直接敲定自己的婚事，瞬间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元娘，我刚才可是听清楚了，你说只要我同意，就会可以跟君子他们同一天成亲。不过是随口敷衍下蔡娘的话，谁晓得会被当事人听了去？现在想不认还来得及吗？元娘，你不会是后悔了吧？你可是仙人，仙人说话必须算数的。我不管，我都听到你答应了。现在时辰还早，等再过半个时辰，我就去找郭掌柜，叫他给我拿个主意，看看提亲都要准备些什么东西。等买妥了，我就去找兵人，跟着一起去李家傲。对了，你们已经分家，那你说我是向君子和你提亲，还是向你爷奶他们？谢哥，提亲的事也不急于这一时，等等再说。我现在想和你说的是，你上午能不能将接下来该安排的事都安排了？我想下午去府城一趟，你要不要跟着一起？你要去府城，咱新阳府？对，我想囤点粮食，然后再帮蔡娘置办些嫁妆，她所有的银子都在我这儿。是该置办嫁妆，元娘我替你置办，你要什么只管罗列出来，回头我陪你去买，银子的事不用操心，我这有。等咱们成亲，咱家的银子都给你打理。不过今天要走怕是不行，明天你看可以不？元娘姐，谢秀才这是有什么事吗？我见他眉心紧皱，面色似乎有些沉重。我与他说了天气的事。那谢秀才这是出去做安排？带了几个烙饼，说是中午不回来吃饭。我估计他们有的商量。蔡娘，我突然想起出门还得有路引，我需要先回李家傲那儿找里长申请，等他们核查无误后，再递交到县衙这边来进行公验。元娘姐，这路引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你这回去申请，然后衙门又要公验，岂不是得一直耽搁？那这样还来得及吗？李家傲那一片的里长就是我们李氏的族长李庆华，我找他申请比较简单，不用查，之后到衙门就让谢哥找人帮忙通融一下，应该不用那么久。至于录影什么样，我倒是清楚，又是我爹魏仲秀才之前我见过。录影申请的时候，上头有注明姓名，是男是女，然后年龄、籍贯和住址，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人同行，对方年龄多大，叫什么，另外有没有带什么的东西，比如自己赶车去的话，是牛还是马，是公还是母，什么毛色。最重要的还有描写人的体貌特征，比如说是男的，就身高几尺，有无胡须，什么脸型，好比方脸、圆脸这样，然后脸上有无印记，肤色如何，是胖是瘦。这只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如果贵族或者官宦之家的人，他们会有专门的令牌，进出城、出远门，只要出示令牌就行。再好比谢哥，他是秀才，有秀才文书，出门去哪儿，只要带上文书即可。那君子哥出门走镖是不是也要录引？他在为镖局做事，录引的事镖局会帮忙解决，不用他自己特意去办。当然如果路途不远是不用录引的，只有超出一定的范围就必须得有，否则一律按照逃亡人口来算，届时按律法处置。王灿想到以后逃荒，头皮发麻。如果提早离开，这录引又要怎么办理？要是他君子哥是秀才就好了，到时候大不了就写去哪访友，需要多长时间？元娘姐，跟你打个商量。你说。元娘姐，我看谢秀才身家不错，如果你嫁给他的话，到时候看看能不能让他去河东郡安家。他有才华，到时去那边府学继续念书，回头就顺带在那边安家了。到那时，我和君子还有老宅的人就去投奔你们，回头尽量提早走，录引就写去探亲，然后时间长一点，尽量避开那段时间。李渊知道重生农女的灿烂人生中有写流云县这一带的灾荒瘟疫持续了大半年，只是女主王灿重生后第1年冬天在这边遇上男主，
之后灾荒来了，就跟他去了京城。打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仔细描述过流云县这边的事，因此后面流云县的情况他也不是很清楚。以后这世道外头乱得很，手上没点功夫要吃亏的。君子哥或许会好点，他走镖的人没点能耐不行，但是谢秀才一个文弱书生，元娘姐，你是不是去提一下？行，那等住到李家坳的时候，让君子带着他一起锻炼。要外头实在冷，不方便出去，那就在室内打拳。若不行，还能劈柴锻炼臂力。我估计咱家现在柴火挺多的，应该都没劈好。元娘姐，谢秀才的手是拿笔用的，我知道，所以我想了想，到时候也不能直接喊他锻炼，咱们都一起吧。只要身体好，日后不管遇到什么人，也不至于太被动。也对，横竖接下来1-2个月都没什么事，不然腊月15后也不摆摊了，等开春后再说。元娘姐，你放心，如果苏姑娘那边丫头的事是刘梅花做的，我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拖到你回来的。到时候你那房子再变大一些，咱们多存点水。来年的夏天真的太难过了，天气热到能晒死人不说，到处都缺水。咱们努力多存一点，房子越大越好。要是到时候房子还不够大，咱们就抓着刘东升再揍一顿，或许打一顿那个翠柳也能升级呢。这两人没少勾当，老天爷肯定也看不顺眼。这个到时候再说。咱先这样，我得带采薇和青纱回去。这会儿苏姑娘和她的丫头也该差不多要出门了，你去和他们说一下，然后去一趟水云村。对了，你去之前喊娇娇过来这边守着，如果苏明山叫人送米面回来，让娇娇叫人都先堆到沈娘这个屋子里来。采薇、青纱过来，娘带你们回李家坳。娘，现在吗？太好了，我好久都没看到苗苗姐姐了。对了娘，我可以买云片糕回去吗？我有银子，是谢伯伯说我背书背得好，奖励给我的。我想买些云片糕回去，给苗苗姐姐和庆伟哥哥吃。还有我，姐姐还有我，莎莎也有钱。好，娘先带你们去买糕点，然后雇一辆车回去。舅娘，再见，我们先回家了。采薇、莎莎再见，等舅娘回去给你们做好吃的。这2天记得乖乖听舅舅的话。都还没嫁过去呢，就自称舅娘，脸皮可真厚。我再不要脸，那也是孩子们名正言顺的舅娘，即将和他们舅舅成亲，可不像某些人不要脸皮，千里迢迢追到这边。缺男人也没你这样的。我现在可是你们家的租客，你们收了我那么多银子，就得叫我住在这儿，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否则我不住了，你得把银子退回给我。瞧你给抠的，昨天拿出5两银子的时候，感觉天下就你有钱，我们都是没钱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这才1个晚上你就说不住要退钱，咋的？昨天买太多东西，这是兜里没钱舍不得给了，不然找什么借口说啥宾至如归？谁没钱？你才兜里没钱，你全家都没钱了，我也不会缺钱，就是你的态度差，我才不高兴住这里。现在我有些不大高兴，你要是能叫我高兴，那我就继续住这儿，不然你把银子退还给我，就算今天的不退还，那也得给我3两银子。那你要怎么才能高兴？我和君子哥退婚了，把人让给你，醒醒吧，现在天都亮了，你做什么美梦呢？早上这饭食味道一般，我知道李姐姐说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但实在不大合我胃口，所以我想点菜，当然银子我也会付，1道菜50文，你做不做？做，傻子才不做，只是这50文做什么菜我来定，不然就你自己买了回来我来做，否则你要吃什么天上飞的海里游的，然后给50文，我上哪去给你变出来？我也不要你做什么天上飞海里游，这时节我吃萝卜白菜之类的腻味了，想吃点新鲜菜，你要是能给我炒2碟绿叶菜，那我1道菜额外奖励100文，当然这买菜的银子我不出。这天气有点冷，绿叶菜不好买，价格也高，往常2斤才1文的菜，现在估计20文都买不到。苏姑娘，你看看能不能换成别的，比如菌菇之类的，我可以买干的泡发了给你做。不换，我就要绿叶菜，你要是能给我做出2道，且味道也好，那我就不再追着李大哥跑，也会真心祝福你们。等你们成亲的时候，李大哥作为我们苏府的恩人，府上定然还会送上一份大礼的。说来你买不到绿叶菜也正常，这个时候这种菜都是富贵人家才能吃得起，你一个乡下姑娘吧，往常这个时候只能在家里就着咸菜喝点粥，也就是李大哥人厚道，先一步被你遇上了，否则跟我成亲的话，凭咱苏府的关系，他想吃什么随时都能吃到，和你说这个做什么？我还得去准备李姐姐要的东西，没闲工夫和你在这扯。你今天就跟着他们，什么时候上衙门告状都听他们的安排。对了，晚点你给他1两银子，先让他去买菜，我午时这会回来用膳，中午就得要2道绿叶菜，有没有肉都行。素锦姑娘，刚才我都与你说了我们的安排，那你今儿先搁家里休息，我去水云村那边查探下消息。你放心，我一会儿会喊个姑娘过来陪你的。至于你家小姐中午要吃的饭菜，我这边肯定叫人做上，定然不会叫她失望的。
什么叫我家小姐中午要吃的饭菜，你叫人做上？这意思是中午不是你做？那既然这样，我家小姐交代的1两银子就不用给你了，还有1道菜50文的工钱，以及吃得满意的奖励也全都取消。那可不行，你家小姐又没有强调非得是我来做，她只是说早饭不合胃口，然后要点菜。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所以才问我1道菜50文的工钱做不做。我想做，奈何没空，但我可以替别人接下这活不是？你家小姐说我做得好，她吃了满意，1道菜就额外奖励100文。但你我都清楚，她要的菜并非一定要我亲手来做，不然她肯定会强调必须是我亲手所做的。她的重点在于要好吃，还有是绿叶菜就行。既然这样，我给她找个手艺也不错的，也做绿叶菜，那有什么不妥？怎么，你家小姐的话你都不听了？难道你们不想给钱，还想点菜吃霸王餐不成？那，给你，赶紧走吧。